跟巴比伦。巴比伦是新款的，对，好，之前还是那个伦敦好像限定的版本。限定是吗？巴比伦非常复古的造型，对，是不是在描述巴比伦人，是吗？还是一个地方？没关系。我听到巴比伦这个这个地名地名，它是地名啊。对，我会想到巴比伦塔。塔，对，巴比伦塔。对，巴比伦塔在哪里？在巴比伦。 2019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对哦对打开一下有没有介绍的图片？对，巴比伦塔也是一个非常著名古的。老的。对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巴比伦是长这样子，我移动慢一点，大家才不会。对。然后这有你说巴比伦塔是这个。对。为什么会有巴比伦塔这个东西？研究一下，对它这个很酷，而且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呢，就是这个城市。对。对。右边那个也很酷啊。那个吗？对啊。那你跟我们边研究历史，那我们先边看这一支味道。巴比伦，看看是不是很像住在这个巴比伦古塔里面的味道。好，来试试看。看一下。好可爱。古色古香呢，哦，我已经讲成语了。对，它是一个遗址。对。所以它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巴比伦省这边被发现。对。在伊拉克那里。现在只有刚看到的那些图。对。它好像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其中之一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其中之一。对，就是以前古老的城市社会的时候，它是其中一个国家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战争啊、巴拉巴拉之类就灭了。对，但是它那个巴比伦塔就是古代遗址啦，它还在。对。那这样听起来，这个味道应该是很有古老历史的味道。对。哦。应该要这样描述。没错。如果太花果香，就太违和了。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花果香，因为它毕竟算是那个算哪？算中东吗？对，算中东。中东基本上不太，感觉上啦，不太会以花果香调去做调味。我觉得可能至少会什么黑枣啊、大枣啊、乳香、没药这种，就是很富含，对之类的。我觉得可能啊，对，可以试一下。好。这一支你会期待吗？蛮期待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这个调。就是以前小说看得多的时候。看什么？看一些科幻小说啊，就是悬疑啊，或者是各种时空的，他们都很喜欢拿巴比伦塔当做一个背景，或者是其中一个故事。对。所以小时候看什么卡通？为什么你看的跟我小时候？不是卡通啊，小说。对，就是很多大家就是玄幻小说啊、奇幻小说都有啦。对，就是它是一个很常被拿来当成题材的。对，因为就是它充满了神秘感。神秘感。对。哇。果然。神秘感，有呢。果然。而且就像在这个巴比伦古城的这个味道呢，对，有点。哇，真的有点旧的感觉呢。那个风尘、沙尘的味道。对。很好闻哎。闻得到那个以前人家去稻谷的那个叫什么？去稻谷的那个风。你说鼓风机吗？鼓风机。对吗？有烧稻草的味道。烧稻草吗？对。查一下它的香调。对，不错。特别。
果然是什么？藏红花、藏红花，嘿，肉豆蔻，那个知道的叫什么？元荽吗？元荽，我这是叫元荽。元荽，对。然后草沙，草沙，沙草啦，沙草籽啦，沙草籽。檀香木、雪松跟香草。如果你喜欢神秘怀旧感，或者有点古意的，对，就是比较旧石器时代，不是，就是旧时代的这种对历史感的，我觉得它是很棒的一个代表味道。我觉得它的藏红花用的很好，因为有些用藏红花香菜里面有藏红花的话，刚开始它其实都会有点刺。对，就是刺刺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它的藏红花我觉得还好，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它的辛辣感被控制得很好。对，可能因为有肉豆蔻这些，它前面把它中和掉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前面就是很温顺的藏红花跟肉豆蔻感觉，然后那个刺刺的感觉，其实它在非常后面就是微微的。对。好闻。我以为它会再更重一点哈。对，但是其实还好。对，其实没那么的重啦。如果以重来讲，1到10分，我觉得它大概7左右。对，差不多6，我觉得差不多6、7，真的不重。不过也是要看你使用的那个状况，有些人可能都习惯用比较清爽的，他可能会觉得这是稍重一点。对。那我们就比较喜欢木质调的人会觉得是 OK 一般。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分量感、有历史感，然后有一些故事意义在里面的。对，潘海利根就是很喜欢，就是创造个故事给他的香水，或是他的香水就是从故事里面被创造出来。是哦。对啊。说的真好。对啊，所以应该是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吧？对啊，要呈现他这个遗址的感觉。对。没问题。因为我们待会还会在回来之前，后调之前做一些功课，把历史补足。好。然后在镜头前再跟大家把这个故事拼凑完整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辛迪，你闻的前调了？我觉得现在番红花的香味冲出来之后，然后现在大概过1分钟，我的这边有一点点美食感，就是豆蔻啊、咖啡一点那种偏那种调，它不到就是乌木啊那一种很重的味道。对，还我现在有那个冷气的情况下，其实还蛮舒服的味道。这如果是大热天应该是不行啊。但是大热天的话可能会有点那就有点腻啦。对，大热天会有点腻。对，因为它的给人感觉蛮干燥温暖的。对，干燥而且是神秘的历史遗址。对。它塑造的非常好。有一点你要说它，因为旧的历史文物都会带有点超乎力对。我觉得它也有把它带出一点点。对。没那么超乎，但是它就是有做出这个感觉。好不好？那我们待会神秘感。那我们待会见了。好，拜拜。OK， 巴比伦的后调回来了。这支非常重磅，不是味道重磅，是我觉得它的历史意义要呈现的是非常有分量。对。来说说。刚刚恶补了一下它的历史。好。对，那基本上是我看2个啦，一个是看巴比伦这个地区，另外一个是看巴比伦塔。对，那巴比伦地区的话，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流域以前的发源地之一，然后它是4大古文明之一。对，因为就是它是影响到就是后续就是文明的一些像是宗教啊、文字啊，都是从2个流域这一段
发源出来，那它就是当初的发源地。对，这个是以地区来讲。那以巴比伦塔来讲的话，巴比伦塔它是一个偏宗教的故事。对，它是说巴比伦塔以前这个东西它叫做通天塔。就是跟这个神沟通的塔。对，但是它这个神沟通啊，并不是说我建一个塔要跟神沟通这件事。他当初建这个塔是因为圣经啦，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故事是说，当初巴比伦塔在建造这个塔跟巴比伦城市的这一群人啊，他们都是说一样的语言。那神看到之后，他就觉得很害怕，就是说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都相通彼此的意思，所以你们在这么团结的状态下，你们什么事都办得到。对，就以后没有你们是办不到的事情了。对，所以神就把他们就是下来，把他们的语言全部打乱，然后全部四散在各地。对，然后这个格局不太好。对，我也对，就是总觉得有点好，对，有点似曾相识。对，好，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们太团结了，所以我不喜欢。对，然后你这座塔的缘由就是第一个是你要来向我示威，他的意思，神的意思就是你这座塔你是要来向我示威的嘛？你想要宣扬你们这个人类文明的伟大。对，所以才建了这座塔。对，然后这个旧约故事，它的但书它是在大洪水之后。对，就是方舟之后，所以它这个的后面的味道啊，确实我是有闻到了檀香木。对，就是很像是在船里船的，对，船后面的木头的味道啊，然后对，檀香木、雪松这些都是在里面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要以这支的味道去看故事的话，我会比较偏向就是在巴比伦塔这个部分。对，因为跟它的香调表现，我觉得比较类似。好，对，讲的真是完整。OK， 来，那 Cindy 觉得这一支的后调？觉得到后面就是很温暖的。然后带一点甜甜的香草的香味，跟刚前面呈现的又很不一样，就现在已经就是比较顺了，温温的，对，一个温暖的拥抱的感觉，就是跟历史完全被历史没有，我刚刚有听到，对，被历史拥抱了，暖木，对，很温暖的，对的感觉。我现在闻的是很柔和的，历史怀旧，那但是这个历史是气势磅礴的历史，对，那源远流长到现在手上这个味道，好，一切的繁华文明都从这里开始，然后也在这里结束。任何伟大文明都会有结束的时刻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。那它表达就是残留在这最后一点点记忆的感觉。有点要封存这个文明的感觉。我是不是描述的有点哀伤？对，然后他们那个时候的那种历史应该是很有华丽，对，那种他的那个香材用的是蛮好的。是。真的呢。这让我想到我最近在看重新看了《歌剧魅影》。对，它的叙事模式也是这样，就是它从很繁华的歌剧院嘛，然后很多人，然后到后面就是那个吊灯砸下来之后，就是整个繁华被封印起来的感觉。对，这个相当有意境啊。事实上，我也一直花蛮多时间在研究任何朝代的兴盛到它最后为什么会衰败。那直到我后来2014开始慢慢体会到，万物皆有尽时这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是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每一件事都会有结束的时刻。没错。就是因为你知道会结束，所以你才会以一个即将结束的角度来回顾你的一生。
没错。你留下了些什么？你完成了些，或者是你做了些什么？只有到最后尽头，你才会体会到说，我们其实，在有限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应该把时间花在哪里？不然我们可能会很容易挥霍无度，就是觉得反正明天再做啊，还有明天嘛，对不对？明天不急嘛，对不对？之后再做啦，现在不用烦恼。但是事实上，通常是正好是相反。对。因为我们知道时间有限，所以我们才会更珍惜眼前的当下。没错。没想到一支香水还可以让我们讲那么多。对啊。一起来。这就是潘家的厉害。是。一起来介绍这个巴黎的故事。对，故事性的一支香水。兴盛与衰败。对。结合在这一支里面。大家来说自己的故事。是。好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